硬伤红种养几年之后，根系完全发育好，适应性是比较强的。但这一盆出了一个例外，在高温天气轻微干盆就产生湿枝，底部的枝全部枯萎了。这个造型要重新加工，不进行大的改动，维持主干的基本形式不变，把枝条重新调整一下，试试简单的出枝会是什么效果。先拆掉这些铝线，已经现湿了，像这种情况只能把铝线剪掉。现湿严重是产生湿枝的主要原因。硬伤红有2个明显特征，一是皮薄，二是愈合能力不是很强。盘杂容易产生皮层破损，在愈合不好的情况下，会使枝条养分输送更加困难。在高温天气遇到轻温干盆，枝条的蒸发量过大而供氧不足，湿枝就成了必然。对硬伤红进行盘杂，最好是在9至10月份进行，这个时候的枝条基本木质化。硬伤红的枝条在秋季要相对柔软，在盘杂时不容易产生破损。到了春季开花之后修剪整形，枝条已基本定型，再把铝线拆掉，这样就可以基本避免因现湿产生的湿枝。对枝条重新调整，要与主干形成的方向基本一致。这样调整后，一是符合树的生长规律，二是在造型上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树势，比较容易使所造的形产生动感。像这样，把枝条往下掉，形成与主干同步的下飘趋势。掉了到多大的角度合适，要以主干为参考，既要形成枝条的下飘，又不遮挡主干。枝干分明是简介造型的特点，尤其是选择这种枯干式的树桩，看重的是它的沧桑感。在造型中要以此为重点，要把枯干的特点凸显出来。出枝不一定要多，能衬托出枯干树桩顽强的生命力，就能收到盆景造型传情达意的效果。这个主干的表面已经基本碳化了，包括这里，下端是成活的部分。每年的冬季和早春抓了几遍石榴后剂，既可以防止病虫害，也可阻止枯干部分继续腐烂。对枝条定型从最下端开始，这样操作起来比较简单，形成的出枝层次分明，枝条之间的间隔协调自然。先把主枝按这种方法逐一定位，再对侧枝进行调整。侧枝所形成的方向、起伏变化与主干保持基本一致，就会使枝条布局合理，整个操作过程井然有序。枝条的上下层次有了，从这个方向看，总体显得比较松散，顶端偏右。要把枝条往左调，对枝条进行上下定位，再进行左右调整，本来就是枝条调整的一个完整步骤，把它们分开操作，便于朋友们对调整过程加深印象。枝条横向左右调整，主要是调整枝条之间的聚散。枝条间过于松散，就会显得凌乱，使树桩造型缺少整体感。我们在盆景造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：做完了造型，但又感觉不如意。原因大多数是从一个主视面去观察树桩，感知更多的是树桩的2维空间。做出来的造型出枝的方向有点乱，缺少立体感，也更能表达你所要造型的真实目的。把主枝向左调拉，再按主枝成型的方向对侧枝进行调整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造型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单枝成景的基本规律。对盆景造型调整，最好是在操作前10天左右补充一次肥水，这样更有利于盆景的恢复。造型中难免对枝条不产生损伤，尤其是像硬伤红这种皮薄、愈合能力不强的树种，盘杂之后容易产生损伤。在造型之后施肥，会使树叶的浓度加大，流速减慢，
遇到枝条损伤，很有可能因供氧不足而产生失枝。这盆映山红的花已基本形成，对侧枝不再进行修剪。这里讲到的调整方法，不仅仅是针对这盆映山红，在大多数盆景造型中都可以运用。确定好树桩的基本造型及出枝分布，操作时可以从顶往下逐层进行，也可以像这一盆从下往上操作。方法只是盆景造型操作中的一种规律，具体到哪棵树桩，用什么方法，怎样操作，还得灵活运用。我是山区农茶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评论区见。